你是不是不舒服呀？要不送你去医院？我不喜欢医院那消毒水的味道。你怎么跟孩子似的呀？你就让我这么坐一会儿吧。我好冷啊。来，先把这披上。圆圆，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不要。你干嘛呀？公安节目到了，说到上了，明天的头版。能上头版的哪一件不是大新闻啊？你看啊，果真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哎呀，这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好男人啊？不可能，不可能！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这有图片为证的。有毒片怎么啦？这些 PS 都做得出来，你不长脑吗你？我也不信我这是真的。大海他不是这种人，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喂，大海，我是何欢。何欢，怎么了？我问你，你跟杨圆圆到底有没有事儿？我和杨圆圆，什么有没有事儿？我们拍到你跟杨圆圆在你车上的照片了。是这样的，那天她生病了，我开车送她回去，就是这样，没别的事儿啊。我可以相信你，跟我解释没有用，你最好快想想办法。这些照片登出来之后，你该怎么对社会大众说明这一切？还有，你该怎么给妹妹一个合理的解释？小蔡，你不要再说了。像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儿，你不会相信吧？啊，像你那么高智商的人，你千万不要被蒙骗了，知道吗？我问不起浪吗？应该不是捕风捉影，一个巴掌拍不响，应该不是胡说八道的。妹妹，大海找你来了。哎，妹妹，我想跟你说句话。你听我解释解释。赵老师，你的新闻我们全公司都传遍了。这个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时是因为杨圆圆她受伤了，受了伤寒，我是基于一个礼貌，基于朋友，我也该送她一程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被报道夸大了。哎，小蔡，如果是你在那一天，你也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可是我们在杂志上看你们是又搂又抱的，这什么东西啊？所以这就是问题，问题没有。哎，老婆，老婆，让开！妹妹。赵老师，其实刚才这事我也安慰过妹妹了，我说这事没那么严重，可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你还是赶紧去安慰安慰她吧，快去吧。妹妹，老婆，老婆，老婆，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给我出去！老婆，出去！走，出去呀！出去！出去！老婆，出去！老婆。
该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你现在跟我解释都没有用了，你赶快想办法。这篇新闻要是出来之后，你要怎么对大众交代这一切？还有，你要怎么对妹妹解释这些东西？王爷，我们的嘉宾呢？怎么冒出那么大的绯闻呢？监制，这则报道完全是看图说故事。赵老师只是很单纯的送身体不舒服的杨月月回家，没有什么暧昧的。问题是我们的观众怎么能相信他们之间没什么事儿？你们都去看看电视台的报道，不但你们节目的留言板给崩爆了，我们电视台的网站都被黑客给黑掉了。我相信那只是观众暂时的情绪性攻击，等到时间过了，新闻冷了没人关注，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等什么？广告商都要撤广告了，你知道吗？好，广告商那边就交给我，我来说服他们不要在这个时候撤广告。你去说服他们，你有多大能耐？监制，我要向你请辞。只要我辞去嘉宾的工作，就可以缓解目前节目组所承受的压力。不行的，大海，你如果这个时候辞了，不就等于默认你跟杨月月的确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吗？没有就是没有，我问心无愧。但是现在，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点，是目前我们工作的重点。赵老师，都是因为我，该辞掉工作的人应该是我。好，既然这么说，我们先看赵老师辞去嘉宾后的响应。如果这样还不能平息观众的愤怒，杨月月小姐，你也做好离开节目的准备。监制，监制，你再考虑一下吧。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来吗？我知道。那天在大海跟监制的面前，我不想说那么白，可是我实在是不懂，你为什么放着公司帮你安排的助理不用，你偏让赵大海开车送你回家？你到底什么意思啊？那天我没有工作，没有带助理，这你也知道的呀。我也告诉过你了，你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勉强，你把约给取消了，你记得吗？我只是不想扫兴，我以为自己可以撑得住。我不是故意让赵老师送我回家的，我只是不舒服，搭个顺风车而已。你只是搭个顺风车，有必要把整个身子粘在别人老公身上？怡姐，我知道这个绯闻害赵老师丢了工作，你很生气，但这个绯闻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呀。为什么你一点点都不关心我，反而用这个态度质问我？圆圆，你暗地里你帮着赵大海联络张老板，我不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也猜得出来，你是因为喜欢赵大海，所以你想拉拢张老板来投资他的计划，因为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你们俩的关系更紧密，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人家张老板是傻子，愿意当冤大头，花了大钱碰也不碰你一下，而结果又真的能够如你所愿吗？好，就算所有的一切都如你杨月圆所打的如意算盘好了，那最后呢？最后又能怎么样？人家赵大海是结了婚有老婆的人，你到底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啊？是，我就是喜欢赵老师，
喜欢一个人有错吗？我只是单纯的喜欢，我又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你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让自己成了单身公害，你还敢说你没有伤害人？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错，但是你喜欢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那就是错。从头到尾，我和赵老师就没有发生过越轨的行为，我怎么就破坏他家庭了？你真的认为这一次的事件对赵大海家里没有影响吗？他的老婆不会受到伤害，他无辜的孩子不会被人指指点点。你怎么会到现在都还不认为你自己应该要负担一点责任呢？一个巴掌拍不响，我就不信赵老师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你把赵大海对你的欣赏当成是爱的话，那我必须要告诉你，你根本就是自作多情，你少做梦了。黄一姐，你够了，你需要冷静一段时间。你要冷冻我？等你脑子清醒了之后，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一姐，我杨媛媛靠的是我自己的真本事，我现在只不过是悄悄喜欢上一个男人，你有必要判我死罪吗？什么叫悄悄喜欢一个男人啊？你搞得鸡飞狗跳，全世界都知道了，你还想怎么样啊？我只不过是想……杨媛媛，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还想在演艺圈立足的话，你最好就乖乖听话，安安分分的休息一阵子。如果你认为我帮不了你，你可以自己来解决这次的风暴，我没有意见，我不勉强，我们可以立刻解约。赵老师，你好。那天我不舒服，我真是糊涂了。这只是个失误，跟你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不用抱歉。你对我的关心，就只是失误，你从来没有动心过。赵老师，现在没有人，你可不可以不要回避这个问题？你告诉我，有没有一点点的喜欢？圆圆，我不是回避这个问题，只是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我欣赏你，你聪明、美丽、能干，很高兴能够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你也帮了我不少的忙，但是我们之间也只是这么一层的关系，我们之间有的只有友情。友情？你确定？我们应该更珍惜我们眼前所拥有的一切，那些意外的感动、心动，只是一些短暂的瞬间。你是个聪明女人，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既然这样，赵老师，以后你碰见我也不必回避啊。好啊，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需要尴尬了。赵老师，其实我挺谢谢你的，你教了我很多，很高兴有你这样的朋友。再见。再见。
以前你不是老说要去迪士尼玩吗？这次爸爸呀，都安排好了，带你去啊。宝宝，最近你不是很忙吧？就是，妹妹啊，正好呢，我的腰伤犯了，你们啊，把呵呵带出去玩几天啊，去旅游，也让我好好休息啊。这呵呵呀，让爸爸妈妈带你去迪士尼玩，好不好啊？好啊，妈妈，我要去迪士尼玩。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干什么呀？大人都说话，干嘛不让孩子说呀？我看迪士尼挺好的，你们好久都没带孩子好好出去玩玩了。就是。你不是早就说要到香港买东西呢吗？正好啊，老的少的都满足了，一举两得。这话我是多久之前说的了？现在还有这个心情？我吃饱了，你们慢吃啊。就吃饱了。爸爸，你要和妈妈说对不起，要很认真哦，要很认真的说1000次、10000次，直到妈妈接受道歉为止。爸爸知道了，爸爸做错事了，是应该说对不起。大海啊，大海，你也给我放个假啊！你帮着收拾吧。吃饱了没有啊？啊，哎，等我去吃饭。哎，到里面吃去。就没有机会跟你解释。别人怎么误会我都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那天我只是送了身体不舒服的杨媛媛回家，我跟她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跟她之间也不可能发生什么。老婆，我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怕你想太多。我敢发誓，我跟他真的没什么。老婆，请让开。听说死老头子啊，这大海和那个杨媛媛出事以后，你就从头至尾你就没骂过他？难道你不是那条船上的？你说他欺负的是什么人？那是你女儿哎！你看梅梅啊，梅梅生气那样子，你再看看咱们那小外孙，多可怜呐！我跟你说，你向着他，你要是向着大海，你就是胳膊肘往外拐。什么外呀里的？住在这个房子里的可都是一家人。这一家人不存在帮这个不帮那个，是不是？还有啊，咱们可都知道大海
这是被陷害的。你看那照片，一看就是假的，多糙啊！糙也能看出来是谁。啊，在车里2个人还搂搂抱抱，还用咱们家梅梅的丝巾往她身上。哎呦，我一想到这个我就生气。要不叫为了梅梅，我早给她轰出去了。我跟你说，你可别学那些多事的丈母娘啊！再说了，这种话可不能当着外人说，让孩子们听到了，这多难听啊！我是他妈，我还用你说呀？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啊！我就是提醒你啊，提醒你。老头子，你有提醒我那功夫，你能不能去教育教育你那女婿啊？切，平时跟他侃得火热，哎，这回出了事了，你们怎么客客气气了？哎，你摆出点长辈的姿态，约他出去谈谈，教育教育他怎么做人家的丈夫。我知道，这不得找个机会吗？这还用机会啊？我看你压根儿就不想谈。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他这么做没什么？你是不是年轻时候也这么着来的？说什么呢？啊，我是那种人呐，我能办那种事儿吗？真是。行啊，依你的。好了，行了，我知道了啊。我等会儿找他。我们擦完头发就睡觉了啊！妈妈，我要听爸爸讲故事。爸爸今天工作忙，妈妈陪你讲，让爸爸好好睡觉啊！讲完了我们俩就睡觉觉，好吗？亲亲。妈妈，来吧，一起来吧！哎，我们一家3口给大家演一个《喜羊羊和灰太狼》啊！预备，起！喜羊羊爸爸，你明天一定要记得给妈妈买个大大的生日蛋糕哦。呵呵，每天都提醒爸爸，爸爸一定不会忘记的。妈知道你今天吃饭没吃好，给你端了碗汤，喝了再睡。我不饿，你说你大晚上还操心，你去睡吧，我一个人在这儿静。梅梅，妈知道你心里不好受，知女莫如母啊。你看你平时老说我偏心，向着大海，其实你是我的女儿，我干嘛偏她呀？可是这件事儿啊，我还是得偏呐，不偏都不行。妈，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不是我想说什么，是你爸说的。你老爸还懂一点摄影啊、技术啊什么的。他一看那张照片那么粗糙，他就说是假的。他说肯定啊，是因为有人嫉妒大海陷害他，让你别信。
我觉得有可能。再有，你爸说了，男人呢，有的时候是逢场作戏，这个道上都是这规矩，你别当真，知道吗？这未必是上了道呢，没准儿是真动了心了。不会，咱娘俩说点私房话吧。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摊在你哥身上，10有8九能是真的；摊在大海身上，绝对不可能。他不是这种人。那您看，您现在说话胳膊肘都像外国人。大海是外人呢，那你是我什么人呢？说什么话呢？人家大海对我对你爸啊，跟亲生父母没两样，这你是看到的。那又怎么样？这对父母好不都应该的吗？你看，你嘴硬不是？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总之，大海呀，是爱家顾家的好男人，他为了你和孩子，绝对不会拆散这个家庭的。人家大海是一名人民教师，什么该做，什么坚决不该做，人家的心里比咱们都清楚。再说了，他可是吃过苦的孩子，他会珍惜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份幸福家庭。妈可看得最清楚了。您是看清楚了，我是看不清楚。爸，这么晚还没睡啊？我想找你谈谈。大海啊，你知道，在这个家里，我是最理解你的啊。有些事儿，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总是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你，是不是啊？但是，我也知道，要让一个男人一辈子只忠实于一个女人，忠实于一个家庭，那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爸，你也不相信我？不，我相信你。我绝对相信你不会主动的去勾引别的女人。可是大海，我相信你有什么用啊？啊？你得让梅梅相信你，是不是？你看过去啊，这但凡是遇到芝麻绿豆大一点小事儿，那梅梅呢，总是蹬鼻子上脸，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的。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一句话都不说，总是安安静静的上班下班，在饭桌上吭都不吭一声，不寻常，这太不寻常了。我和你妈都很担心呐。这次的确对他的冲击太大了，都是我的错。当然是你的错，是你大大的错了。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不管怎么样啊，你要把这个事儿给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绝对不能让妹妹再伤心，知道吗？我们就这一个闺女，你不能对不起她。你放心吧，我会尽我所能把这件事情解决好，把伤害降到最低点。但是无论如何，请你们相信我，我和杨媛媛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这孩子啊，真是，你是真看不清楚啊！
你只是不想给他好脸色看，对不对？你只是想趁着这个机会教育教育他。你做的对，妈支持你。现在大海是越来越有名，越来越火，免得他翘尾巴，咱们就得敲打敲打他。但是你让大海老住在书房，这可不是事儿。让他睡久了，到时候他睡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了，你要想再拉回来，那就难了，孩子。那就去吧，大不了一辈子他也见不到我跟呵呵，我们两个过着也挺好。你这说什么话呢？这婚姻可不是斗气维持的，你再这么继续冷战下去，这疙瘩越结越大，距离越来越远。你看那些年轻轻的就离婚的那些人，都是因为屁大一点事儿就升级成巨大的矛盾啊，彼此谁也不服谁，在那儿撑着啊，到最后呢，骑虎难下，只好散伙。哎呀，啊，咱们的事儿就别操心了，我们自己能解决好。不是我为你操心，是你爸非得要管。你爸说了啊，问那小子还想不想好好过日子？他要是不想过这日子，让他趁早滚。你说我拦着他，我说你千万别，等等，看看咱们的女儿怎么想，别冒冒失失的跟人大海去说去。妹妹，妈可不是个老古板。如果大海真的和你性格不合，如果他真的对家庭不负责任，朝三暮四的，妈第一个跳出来把你拉出这苦海，不能让我女儿受这罪，对不对？可是大海不是这种人，你干嘛因为那张莫名其妙的照片就抛弃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家庭和刚刚懂事的孩子？值吗？你老大不小了，好好想想明白，别犯傻。老公啊，你对我真好。要是对老婆不好呀，大逆不道，罪不可赦。黄丽跟何欢说了，说我这辈子就是好福气嘛，能够嫁到那么好的老公。曾经梦见的美好，如你柔软的。我是觉得吧，我们两个为了这个事儿吵架，不值得。爱你一辈子伺候我，那是我的荣幸。谁在寂寞中跌倒，往事静静的宣告，在我的脑海萦绕。难道与你无法相爱到老，如此依靠，也只是短暂的凑巧。在思念的孤岛，总是绝望的奔跑，也只好默默煎熬。难道与你无法相爱到老，彼此消耗，也只是无奈的句号。等不到我淡淡的一笑，爱停在最后的句
我送你吧，这会儿坐公交车会迟到。不用，我自己打车就行。老婆，钱女轩跟麦自杀了。什么？钱女轩怎么样？刚刚度过危险期，正在观察。那你怎么不去陪他呢？你们俩是？她是我老婆。 就是钱丽娟说的大学同学周妹妹。原来丽娟说的都是真的。不，我问你为什么没有去陪她？现在是她最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你才站在这儿干什么呀？她不肯见我。到底怎么回事啊？钱丽娟为什么要自杀？怪我。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不该每天那么折磨他，不该软禁他，不该断了他跟所有人的联系，不该对他说我要与他同归于尽。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这么说，不是灭了他最后一丝希望吗？你说这话太鲁莽了。 你怎么这么欺负你老婆呀？啊，你知不知道啊？妹妹跟你过一辈子的人是你太太，不是别人。你是男人，你说话呀！你想办法呀！别这样，别这样，想办法呀！别这样，别这样。你说，你说，你说，你。他知道错了，知道错了。我们进去看看钱丽娟。 丽娟，先跟你说声对不起。之前因为我工作上的疏忽，没能完全体会你的感受，向你说声对不起。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帮助你。 你别这样，好吗？你别傻了。为了这样一个男人，你不值得。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有想过，你走了以后，你父母怎么办吗？妹妹，你不是我，你不会了解我的痛苦的。 你有一个爱你、支持你的丈夫，你有家庭的温暖，而我呢？我每天面对的是一个眼高手低、对我使用暴力的丈夫。 我每天都是活在恐惧和担心当中，你让我怎么坚强，怎么勇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是吗？我们每天出去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谁会把破衣服穿在身上？所以呢，你看到的幸福不一定都是真的，也许是假象。所以千万不要相信，
也不要羡慕我。我的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滋润。好好休息，都会过去的。不想听。你太聪明了，也太能说。你随随便便就会说出一大堆很漂亮的理由来，我也说不过你。我已经做傻子很久了，不需要浪费你的时间、你的口水、你的精力，你就让我继续傻下去吧。妹妹，你现在怎么骂我都行。 我和杨媛媛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第二，我郑重地向你道歉。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如果你可以原谅我，什么样的惩罚我都可以接受。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也不想做。我不想给你任何的惩罚，我只希望呢。 一切能够倒回去。如果说我的老公没有跟杨媛在一起，如果你们的手没有握在一起，如果他没有靠在你的怀里，如果你没有把我的披肩披在他的身上，如果加如果等于零，不是吗？ 哎呀，要不要喝水？哎，你哥马上要结婚了，家里一大堆的事儿，我又干不完。哪天叫大海回来帮帮忙行吗？妈，这点心是我哥，我帮他就可以了。你这是找别人干什么呀？你看你这孩子，我是帮你创造机会，找个台阶下就得了呗，还没完没了了。 我不想让别人抓到把柄嘛，省得说我什么没有他，我什么都干不了。哎呀，瞅你这个拧劲儿吧，你以前不是挺依赖大海的吗？怎么了？现在长出息了？妈，你别拆我台行吗？我这是拆你台呀，傻不傻呀？我是在帮你补台呢。你妈能拆你的台吗？啊，好了，呵呵，这个不玩了啊，喝水，宝宝来，到妈妈这儿来，嗯。 你还老想这么僵着呀？啊，是不想跟大海过了，还是怎么着？要过你不能犯傻，你还真不想跟大海过了啊？妈，真的，我好几次我想着办法去原谅他，可是我一想到那个女人，她替了大海那个画面。 就像千根针刺着我的心一样，我痛得我都说不出话来。梅梅，妈也是女人，妈能理解。这外边的女人，风骚漂亮，还主动的投怀送抱。不要说大海，就是正常的男人，哪个能经得起这种诱惑？ 再说，你好好想想，人家大海死不承认和那女人的关系，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在乎你，在乎孩子，在乎这个家，是吧？我现在不管他们俩是什么问题，妈，我心里那个坎儿。 过不去，我不知道将来怎么跟大海相处下去，真的，我害怕呀。没事，没事，好了。
赵老师，你不要激动嘛，你现在年纪还轻，以后大展拳脚的机会多的是嘛。您要这么说，这职称是什么？啊，职称是个恩惠，谁年纪大了要退休了，就照顾老年人，是这样吗？除了教学、工作、科研之外，学术委员会还要考虑很多问题。那您告诉我，还有什么标准？比如说，人品。为人师表就必须要有好的人品。最近你在报纸上和那个女明星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已经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学术委员会没有投你的票是正常的。罗教授，如果学术委员会因为这件事情啊，因为我的私人生活的问题不给我评级，请拿出证据来，有没有真凭实据来证明我的人品有问题，我的私生活哪点不检点了？你不能够因为一个娱乐报道就来评判我的人品有问题呀，这样太不客观了，太不严肃了吧？学校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人力和物力去做这种调查。无论这件事是真是假，已经对学校和我们的教师队伍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学术委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正常的。你确定这事是真的？老王的儿子也在学校上班，他说的错不了的。大海为这事儿忙活了好长时间，那打击一定很大。爸妈回来了。回来的正好，你爸正好有事跟你说呢。又谈话？算了吧。妹妹啊，我们听说这次大海没升上教授啊？是吗？那没升上就没升上呗。您跟我说，我也没办法让他升上。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呢？平时大海最在意什么，你也不是不知道。他是一个从农村上来的孩子，那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有今天这个结果，对吧？他自己教心理学的，能处理好。哎呦，那教心理学的老师就不需要别人安慰了？他在家可不是老师，那是你的丈夫。那你这个做老婆的，是不是要去多关心关心人家，那人家才能舒服啊，心里是不是？你妈说的对。其实我们也想教训他来着，可是这种结果我们也，不想给他添堵。反正我们是一家人。我跟你说，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向他表示你这个做妻子的这个体贴和关心，知道吗？说完了吗？说完了，我就回去休息了。我知道，或许在主观上你并没有欺骗或背叛妹妹的意思，但是在客观上来说，你却让全世界人都认为你背叛了你老婆，而妹妹，她却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议论，还有外界的压力。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可能背叛的时候，她不但会哀伤，她会痛苦，她会愤怒，甚至她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还有自我否定。因为他曾经相信的一切，在一气之间全部都瓦解了。他甚至会觉得，每一个女性都比自己优秀，比自己幸福，也比自己更懂得取悦男人。而他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一个世界上最差劲的女人。你说的没错，我真是当局者迷呀！之前光顾着自己喊冤了，拼命的去解释，忘了去理解和体谅她的心情。你可别忘了，我是过来人，
我的惨痛经验呢，绝对值得参考。哎，你是郭大人，你给我出个点子，我现在该怎么办，可以让他消消气？妹妹的个性我很了解，她不是爱斗气的女人。这一回她反应会这么大，我相信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由。大海，我认为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你们感情的危机究竟是出在什么问题上？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杨媛媛就可以搞成这样的。这次的风暴，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些年，我是这样一刻不敢松懈地鞭策自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不断的拼搏。文化基础不行，就不文化；英语不行，不英语；交际能力不行，就锻炼交际。凡是性格上的弱点、先天的劣势，我都一点点去弥补、克服。到了今天，我终于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有了房，有了车，还有一些小小的名气，有一点点的成功的感觉。可是，刹那间，好像这一切都是虚幻。一个绯闻就将我打回了原形，让我一无所有。我怎么会这么失败？我怎么能这么失败？不要再喝了啦！哎，放手！你到底打算怎么处理你跟赵大海之间的问题啊？是啊，妹妹，咱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我跟焕仪帮你想想办法。我害怕呀，我真的害怕。我现在走到哪里，都觉得无依无靠的。你别哭了，妹妹，你不是还有我们这些朋友吗？说实话，我想过离婚的，真的。可是我又想，我离了婚了，小公主怎么办呢？孩子是无辜的。我现在连质问我老公的勇气都没有。我害怕吗？我害怕我老公给我的答案是，他真的爱她，是，他爱杨媛媛，他爱她。到时候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你就选择逃避，你坚持要冷战。你一点沟通的机会都不留给大海。我很想跟他沟通啊，真的。可是我想要面对他的时候，我的心都乱了。你知道吗？以前我跟大海不管怎么说，我们吵架也好，不高兴也好，我都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每天都被他宠着。突然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我甚至怀疑，
我以前的幸福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一直在怀疑，所以我害怕吧。我害怕我老公真的不要我。妹妹啊，我觉得你对于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度敏感了呢？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再说了，你跟大海还是相爱的，只要你们相爱，这事情肯定是能够讲清楚的，不是吗？妹妹，你认真的回答我，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怀疑大海他爱杨媛媛吗？我老公把这个女人的头很亲密地放在她的怀里面，我老公很小心翼翼地呵护这个女人。那你说，是大海他不懂得避嫌，这一点我也觉得他做得不好。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他真的爱杨媛媛，那他们老早就出事了，被拍到的就不只是温馨接送情了。啊，反正我不希望卡在他们两个人当中。我不希望我老公对我仅仅是责任，没有爱。你傻呀你妹妹！如果大海他真的这么爱杨媛媛，他何必要这么费尽心思的要挽回这段婚姻呢？你要知道，男人他不可能光靠着责任就可以维系婚姻跟家庭的。我也没有见他有什么挽回啊，他也没有什么行动嘛。大海他来找过我，他明确的拒绝了杨媛媛，而且他跟我说，他心里面他真的很在乎你。妹妹，老实说，作为一个男人，赵大海他懂得反省，他愿意改正，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夫妻之间本来就应该要彼此宽容，互相体谅的。你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拒绝了他，你不是等于把他直接推给杨媛媛了吗？我真的帮不了他。我每天解释同事们对我的安慰和关心，我真的我疯了已经。哎，你帮不了他，你可以帮你自己啊。如果你开心，你跟赵大海幸福的在一起，那么这个绯闻，它就只是一个绯闻而已，它很快就过了。可是如果你不开心，你要闹离婚，那么这次的事件，它就不只是个绯闻，它就是真相了。杨媛媛小姐，谢谢你接受我的专访，但我也必须坦白地告诉你，我是周妹妹的朋友，我叫尹合欢。你不怕我知道了你的身份，会拒绝采访吗？你不会的。我相信你也想把你跟赵大海先生的绯闻对大众交代清楚。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说实话，谁都想找一个没有结婚的好男人，但是这好男人还是挺难找的啊。当一个人努力的寻寻觅觅，想要遇到一个好男人，可能这个好男人他已经结婚了。一开始当然，我们也会抗拒，也会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刻意的保持距离。可是慢慢的陷进去了，就爱上了，这理智也就不管用了，倒也是挺痛苦的。尹记者说的真好，说出了所有单身女子的心声。一个人寂寞的时候，谁不想找个肩膀依靠？尤其是女人脆弱的时候，往往都会失去理智。但事情只要在还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短暂的失去理智，它可以成为幸福的瞬间。而那一段似有若无的感情，与其摊在阳光下被众人撕裂挞伐，还不如把它放在心里最深处，深深的隐藏在心里。您说是吗，杨媛媛小姐？我有一个连经纪公司都不知道的秘密消息，可以先透露给你。
什么消息啊？一个可以把我最珍惜的美好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消息。欢欢，我谢谢你啊。为了我嘛，既然公器私用啊。什么公器私用啊？再说这则新闻是千真万确，杨媛媛亲口告诉我的。说妹妹同学，我可是踩了线还得罪同事才得到的消息。你要不要请客呀？请，我当然请了，我再回都要请的嘛。你说的啊，那餐厅你找，没问题。再说一句，谢谢你。我挂电话啦，再见。喂，妹妹，什么？你说大海留了离婚协议书，然后人就不见了？那学校呢？那儿也找不到人吗？怎么会这样？妹妹，妹妹，你别急，你听我说，我这儿我也会想办法找一找。拜拜。你真的不要我了吗？亲爱的老婆，这些衣服都是你给我买的。从我们相恋到现在10年了，你给我买了很多的衣服，大部分都已经找不到了，只留下一小部分摆在储藏室里。就像我们过去的岁月，很多过程我们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岁月的精华，我们始终保存得好好的。第一件白色的围巾，是你亲手给我织的，也是我们恋爱周年的纪念礼物。你说你会努力让我一辈子贴心温暖，那条围巾果真暖了我好几个冬天，一直到今天。第二件衣服是一个背心，也是你亲手织的。
我们大学时相遇，你丝毫不嫌弃我一个来自乡下渔村的年轻人，一路伴随着我打拼，我才能够有今天小小的成就。你为我付出的一切，不仅仅是衣服，还有我生活和事业上相关的所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经过了你的手。你经常问我爱不爱你，对我来说，这从来不是问题。我不仅爱你，而且你还是我身体的、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失去你，赵大海这人也等同不存在了。你还记得吗？大学时，我们在千年曙光碑下迎接第一道曙光，并承诺会继续相守这一世纪。你还说，在那个能迎接中国第一道曙光的地方，我们将彼此最诚挚的感情交给了对方，无论今后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阻碍，也不能有所动摇。当年的那句话，我可以自私地要求你为我坚持下去吗？我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痛苦，让你对我们的婚姻失去信心。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所以留下了离婚协议书。为了惩罚我自己，我选择了离开。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努力做个好丈夫、好父亲，我会用行动挽回你对我信心和爱情。现在，请你打开我藏在衣服最底下的丝绒礼盒。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请戴上戒指，和我共同迎接属于我们未来新生活的第一道曙光。是幸福，当你的手在耳边轻抚，寂寞有你填补。我以为那是旅途，所有梦想放心追逐。